我们项目是一款开放世界的二次元的游戏，然后它的主要特性，第一个是大世界，第二个呢是 ACT 的战斗，第三个是还有一个特性是类似于宝可梦的一个收集系统。刚才大家看视频应该对我们游戏会有个整体印象，这样方便后面我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那样去做。因为一些时间的原因，所以我这边呢也不能面面俱到啊。今天的分享主要是挑3个比较典型的方案来讲。第一个是讲我们为什么会选一个 default shader 的这么一个管线。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的 TAA 大概是怎么去做优化的。对于二次元游戏来说AA 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可能都超过了其他的像 PBR 相关的一些游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实现 one pass default 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含两个大的问题吧。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马力的 GPU 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引擎本身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实现大世界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森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多平台上去保证它的效果和它的一个性能。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要选 default 一般来说，移动端呢用 mobile 是比较多的用那个mobile 用那个 forward 是比较多的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面对大规模的灯光，那我们一般都会要么就选 forward 加，要么就选择 default， 对吧？从性能角度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的同频灯光是很多的大概有多少呢？大概可能同频能够到200多盏吧少的时候也有40-50盏以上到晚上的时候，这种 TOD 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选 default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效果上还是有些追求的，比如说我们想做 SSR 想在手机上做 GTIO 等等。第三个原因就是开发成本上面来说，无论是走 forward 加或者是做 default， 对我们来说开发成本是差不太多的。所以我们经过权衡之后呢，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 default。但选 default 其实有它的问题。选了 default 之后的话，那我们的 AA 方案就只能够选择后处理的 AA 了。这是我截了一张我们的游戏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游戏的话，那个在 AA 之前它的锯齿是非常多的。就无论我们的角色的勾边呐，或者说我们的草或者说像我们的那个树以及我们远处的那些建筑本身都是有很多的锯齿。对于一般的 PBR 的游戏来说，它的同频的一个边缘像素的占比大概在1%到2%左右。对于一个 NPR 的游戏或者说二次元游戏，像去年的 UOD 就有人统计过某一款比较知名的二次元游戏，它的同频的边缘像素的占比大概有4%到5%按我们游戏来说可能会更高所以我们的 AA 可能会更加的难做。所以我们会第一个讲我们的 AA。那 AA 的分享的话，主要分几个点来讲。第一个就是讲我们 AA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渲染流程。第二个就是讲我们的一些关于鬼影关于闪烁的一些优化。第三个是关于我们在做一些更细节的效果优化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最后呢，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TAA 的 U 是怎么实现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会去介绍我们 TAA 的一般的一个算法流程，我就假定大家都是知道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就直接就进入正题，直接讲怎么优化。第一个介绍是我们的 TA 的 pass 和那个 U1 默认的 mobile TA 的 pass 的一个区别。这里是 U14 U15 的话，它是有一套 PC 的那个 TA， 跟我们的可能整个的那个流程可能会差异会更大一些。可以看到左侧呢是那个是 U1 默认的 TA 的 pass， 我们的右侧是我们的一个 pass。从结构上来说呢，可能看不出太多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加了一个 velocity buffer 的一个 pass。然后 TAA 的 pass 呢变成一个 TAU 的 pass，但实际上在内部的实现呢差异会比较大。我们加了一个 velocity pass， 也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对角色做处理所做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数据准备。另外TAA 的 pass 放在了那个 Bloom 和 Tom Mapping 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 Bloom 会导致它那个那些锯齿和那些闪烁会被放大，但是因为一些性能的原因，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把它放到后面。当然我们有些手段可以把它一些问题给处理掉。第一个就是讲一下我们的一个一般的鬼影问题的一个优化的方式。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方式没什么区别，也都是走的历史像素的一个 clamp 的一个算法。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采样的一个 kernel 的选择。它 kernel 选择呢，在 PC 上当然是3×3的了，但是在那个手机上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采样，这是5个采样点。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历史像素的一个 boundbox 的一个计算这也有3种算法。我们最后呢在手机上选的是 AABB， 也是最廉价的一个方式，但它效果呢也会要略差一点。
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那个 color space 的一个选择。color space 的选择呢这一块呢，因为那个人也是对那个亮度对颜色会更加敏感，所以一般来说都会选择用亮度或者把它颜色转换到 YCOCG 这个空间去做一些那个历史像素的一个 clamp。在这里呢，我们是同时实现了这三种模式，然后我们会在低配器上面会选一下 RGB 的一个颜色空间来做，但是可能在一些高配上面可能会选择 YCOCG 来做。虽然说 YCOCG 单个像素的转换成本不是很高，但是它对于我们采样5个像素或更高像素的时候，它的采样的成本会变得比较高。第二个就是velocity buffer 的一个介绍了。因为只有那个历史像素的 clamp 呢，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那个角色呀，或者说一些带其他的顶点动画、带骨骼动画的这一种模型的它的那个轨影的问题的，因为它的运动轨迹是跟那个相机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的一个 velocity buffer 的一个结构，就是大概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速度，速度就是一个编码到了24位的一个 RGB 里面去了。另外呢还会有一个 character mask， 它是专门记录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角色的这个像素这个是因为在做角色在做那个记的时候需要非常精确的一个判断是它是不是角色，这样就更不容易产生一些鬼影和一些染色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buffer，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下一页就是这个，就是讲的是我们的 velocity buffer， 其实可以看得到它那个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勾边这个一个 pass 渲染那个 velocity buffer， 所以它会导致说发现角色上有很多的黑边。这黑边的话，那它就会被，因为我们的 character mask 会判断它是不是角色的像素，这就会导致说我们在真正做 TA 的时候会判定它不是一个角色的像素，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性能的问题。在移动端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渲一个角色，对卡渲来说，它至少要渲5-6遍以上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列了一下，base pass 可能要渲染2遍，然后呢，你的那个 velocity pass 可能要渲染2遍，然后你的阴影可能要渲染1遍，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些类似于 OIT 啊，或者说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像类似于边缘光这种效果，可能还需要渲染一个 custom 的一个 depth pass。然后蒙皮的话就更夸张了，因为如果你要算那个 velocity pass 的时候呢，你需要每一次的渲染都需要蒙皮2次，因为它需要上一帧的位置和当前帧的位置才能够得到一个它的速度，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实际上是把它给去掉了的。这可以看下一页就可以大家看个视频效果，就是能看到我们去掉了 velocity buffer 之后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角色边缘会闪烁的比较厉害。不知道看不看得清？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头发呀，包括那个它的勾边的边缘然后内部的边缘，像衣服的边都会闪得比较厉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 TA 的目标吧。然后因为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总是要重新去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不想要 Ghost。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我们的性能还是足够好的，因为我们要适配手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好是不要出现刚才说的那种闪烁，或者说尽可能的减少它，让它至少出现频率会低一些，或者说基本上我们感知不到。然后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也相对说比较简单，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比较简单。因为第一个就是像不需要 Ghost 这个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操作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本来那些边缘像素就采不到历史像素，所以它就是本身就不会产生 Ghost。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性能要好，所以我们是坚持我们是不去做那个 velocity buffer 的一个勾边的渲染。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优化优化后面会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就不会详细去讲了。第三个就是要不出现这个闪烁的话，那其实有一些方案可以做，就比如说我们尝试了用那个图像空间的一些处理，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了一个低通滤波低通滤波的话，那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像素的这些闪烁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在做那个历史像素 clamp 的时候呢，就已经采样过一个十字星周围的一些像素信息，这时候我们可以重用这些采样，重用这些采样呢，其实就已经能够节省这部分的带宽。这是后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效果。我们常用的一个低通滤波呢，比如说你用一个 Boss Filter 都是可以做的。
这是我们处理之后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闪烁的问题处理呢，也引发了我们对 TA 的一些别的思考。就比如说，抛开 TA 的一个基本原理不说的话，只单纯的看 TA 算法的实现，它其实就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说它历史真的权重比较高，那就比较容易产生归隐。如果它历史真的权重很低或者基本没有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产生闪烁。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些新的想法，最后我们也把它给实现出来了。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尝试了把静态的像素和动态像素分开处理。我们引入了动静的两套权重系统，然后呢，最终权重是根据 velocity 的值的大小进行差值的。像素的运动速度越快，它的当前帧的那个权重就会越高。相反呢，如果运动速度越慢，那它的当前帧的那个它的当前帧的权重就会越小，然后它整个物体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这是 PPT 上有一个简单的公式。这2个权重都是可以配置的。第2个尝试呢，就是我们引入了一套图像的一个锐化算法。这个算法主要是为了处理动态物体的，这个动态的像素的。比如说我们选择简单的一个 on-sharp masking 的锐化算法都可以。这时候 on-sharp masking 的算法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也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采样，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重用我们之前的一个采样数据。最后是介绍一下我们 TAU 的 U 的部分。U 的部分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创新，所以就做一个简单介绍。这个一般来说，在做图像上采样的时候呢，它考虑的是目标像素到原像素的距离来做一个权重的差值。因为很多时候放大的时候，它的图像本身可能找不到原像素了，所以它算是个距离，根据距离来算权重，最后根据权重来做差值。但是呢，对于后面新的一些算法，就比如像 FSR 的话，他们其实除了考虑那个像素的距离之外，它还会考虑原像素本身的一些边缘的一个情况。这个算法呢，这2部分我们都是有实现的。然后这里呢就写了3个那个采样那个滤波器的一个函数，包括有图像。这图像呢，像那个 Lazos Lazos R 就是那个 FSR 用的一个函数。然后 Lazos R 的话 ，FSR 它的一个精髓实际上是实现了一套那个多项式的一个逼近。最终我们也是用了多项式逼近去做的。然后我们也实现了一个双线性采样的一个上采样，可能在不同的机器上会开不同的一些上采样的一个算法。这是我们 TA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对比，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 TA 实际上是一个混合方案，就是我们既实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 TA 的一个算法，同时呢又融合了一些图像处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又针对不同的像素的特征做了一些像素的混合处理和锐化处理等等。这些优化有些是不光用在 mobile 上面，也用在了 PC 和主机上面的。然后呢，我们的测试数据大概是865上面的话，如果只开 TAA 的话，大概是1.1毫秒；然后如果说是开 TAAU 的话，大概是1.5毫秒。第2部分的话就是明朝的 OnePass Defer 的管线的一个简介。主要是想分享我们踩了2个比较大的坑相信业界很多人做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一个问题。我们用的是 UE4， 大家知道有些问题是 UE4 独有的。第一个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个 OnePass 的一个实现，就是所谓的 OnePass 是说我们的这张图的左图里面黄色的边框里包含的所有 pass， 就是在一个硬件 pass 里面实现的。然后我们的Lightning 的拆分呢是走 cluster 去做的。然后我们材质呢主要是分为3类，就是卡炫的材质，然后 NPR 的植被的材质和场景的其他的材质是 PBR 的明朝虽然说是高次元游戏，但是场景大部分的材质都是 PBR 的。然后我们的材质区分呢是通过那个Stencil Mask 去做的。我们支持的 API 呢是那个 OpenGL 3.2，然后 Metal 2和3，然后 Vulkan。OnePass 实现呢都是基于 On-Chip Memory 去做的。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有很多的分享，所以我就不做细节的介绍了。介绍一下我们的 GBuffer 的结构。我们第1版的实现里用到了3张 GBuffer 加上1张 SyncColor， 然后再加上一个 Depth buffer， 所以我们应该是4张的 GBuffer 加上一个 Depth。然后我们通过 Depth 是通过 Depth Fetch 去获取深度信息的。
3种材质里面的 Thin Color 存的都是自发光 ，GBuffer A 呢存的都是法线，然后 Light Function 和一个通道的卡血信息。Light Function 是用来做那个云层投影用的。然后 GBuffer C 里存的是 Base Color 和 AO 的信息。GBuffer B 的话是每种材质是都不太一样，是一些比较特化的一些信息。大家看一下图上有详细的介绍。好这是我们实现完之后测试的一个结果，就是比较意外，就是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坑。就是实现完之后呢，在那个 ARM 的 Mali GPU 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3个灯光 pass 的指令数都非常的高，比相对于那个苹果和高通来说高了很多。然后我们通过 Streamline 的一个分析之后，发现其实是 FPK 失效了。这3个灯光 pass 的 FPK 就只有0.01兆这个图上面应该有，但是可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然后又进一步的测试，最后其实发现是 Depth Fetch 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用了什么，在什么地方用了 Depth Fetch， 也不管你是One Pass Deferred， 或者说你是其他的功能里面用了这一个功能，那它都会导致那个 FPK 失效。这里有个对比数据，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在关闭 Depth Fetch 之后呢，它那个的 FPK 它的数量大概有1.2兆，如果开了的话，那就只有0.01兆，两者相差了100多倍。这个数据我们最后也去找 ARM 的同学去确认过，他们说在最新的 ARM 的驱动层面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9300级以后有可能这个问题是没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不能用 Depth Fetch。当然不用 Depth Fetch 的话，我们 GBuffer 又是不够用的。所以GBuffer 不够用是说，像 PIS 它就只有128位。虽然说 ARM 的文档里面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可以看到256位及512位及更高的一些位数，但实际上它真正可用的，我们跟所有机上测试都只有128位。但是我们又不想在 ARM 上损失我们的画质，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另外一个比较艰难，但是这个也更正确的一条路吧。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其实是最后是一条混合管线，就是 One Pass Deferred 加上一个 Forward 的一个卡通渲染，再加上一个 GBuffer 重新进行编码，就把原来的 Depth 编码到了那个GBuffer 里面去。这是我们修改之后的一个 GBuffer 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那个卡通渲染这一块已经放到前向渲染去做了，所以它的 GBuffer 就没有必要再存它的信息了。所以我们就 GBuffer 就由3种模式变成了2种模式。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无论是在 PBR 里或者说 NPR 的那个植被里面，其实都存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那个卡渲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都可以去掉了。这样我们就把那个 Depth 存在了 GBuffer B 里面。这是我们就是修改的 Pass 的一个结构，就是第一步想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角色变成一个前向渲染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额外加一个 Forward Pass 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后面经过考虑，其实是不大行的，因为它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就像我们这个图里能看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在 Lighting Pass 之后要处理的东西很多，在 Base Pass 之后处理的东西也很多。其实我们如果把那个角色放在了那个transparency 就是半透之后的话，那会导致2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把 Decal、Light Function， 然后 Water、Fog， 然后 Transparency 等等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那个 Forward Pass 里处理一遍，这样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出错，要么就是有排序问题，要么就是有效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打断我们的 One Pass， 就是等于我们要多做一个 Pass 来做这些事。那做这个事的话，就会导致说我们的带宽也会增加比较多，我们的优化就等于白干了。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实现的一个 pass 的一个结构，这是我们最后把它放到了那个 Lighting Pass 的后面。这样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就变简单了，就只有 Decal 和那个 Light Function 需要处理，然后 Water、Fog 和那个半透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在里面做就好了。这一部分的修改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整个渲染管线基本上等于重新写了一遍，流程时间也很长，但是细节的话我这里就不做分享，因为时间有限。这个优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大概在Mali的 GPU 上去做测试，平均有5到6摄氏度的一个下降，然后 GPU 使用频率也大概下降有25%左右，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值得去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 Deferred 踩的第2个坑这个坑比较小但是可能比较难发现
而是在高通 GPU 上我们做 OnePass 和 MultiPass 的一个带宽的对比的时候啊，就发现读的带宽呢，其实它的节省还挺多的，但是那个写的带宽基本上没有什么节省，就是感觉没有优势。然后后面也查了很久，然后最后发现实际上是引擎的 RHI 实现有一个小的 bug 导致的，这是 UE 4.26和4.27都有的问题，到 UE 5之后呢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它这里是指注意看这个代码，其实我就把这一行给标出来了，这是一个黄色标出来的，它只对了那个 syncolor 和 depth 生效，就是如果你是丢掉 discard 这张RT 的话，它会把 G8 部分3张都 resolve 出来。这是后面我们修改了一个代码大概思路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你所有的 RT 跟你的 index 都是可以把 discard 掉的。最后也是一个性能测试数据。这个测试数据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是用 OnePass 和 MultiPass 的带宽的一个测试结果。这个实际上这个结果呢，比我们预想的是有点惊讶的。就是按理说我们觉得应该会节省更多，就按照理论上来计算的话，我们实际上应该可以节省 1.8G 左右的带宽，但实际上我们大概只能够节省830兆左右。这个是因为那个 Adreno 和那个 Mali 的 GPU 他们其实都会做 RT 的压缩，这个压缩的效率其实还是相当惊人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数据，实际上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读的带宽都能节省在30%以上，但是写的带宽节省只有10%到15%左右。我们单帧的带宽消耗也是非常的少，大家可以看得到，实际上就大概只有1.2G 到1.3G 之间，还不到1.4G。这是我们1帧的一个带宽。不说错，不是1帧，是1秒钟的带宽。我们是60帧的游戏。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方案了，就是树的一个双端的方案。我讲得很快树的方案呢，就是在介绍这个方案之前，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多平台的一个适配的一个策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再会介绍我们树大概是怎么去做多平台的适配，包括怎么去做一些方案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多平台适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就是第一部分的想法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多平台其实当做一个平台来处理的。这个思路想想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PC 的高配就等于 PS5，然后我们 PC 的中配PC 的低配呢比 PS4 要高一点，然后呢 PS4 呢又比Mobile 的高配要高一点。因为对平台来说，实际上影响它的因素就只有内存、计算能力。计算能力包含你 CPU 和 GPU 的，然后还有你 I/O 的性能，然后你的功耗的一个影响。对于发行来说，可能还多一条，就是你的包体的大小。那除此之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去做什么多平台适配的。所以我们的主要方案呢，也一般来说也分为3个层面去做处理，就是我们在打包的时候去做一些处理，然后我们在加载的时候去做一些处理，以及我们在运行时去做一些处理。所以后面列了一些主要方案，就是分布在这3个不同的阶段去做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打包的时候，可以区分一些平台相关性，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IOD BIOS、MIPO BIOS 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加载的时候，比如说加载更少的数据，或者是把有些平台相关的东西给过滤掉，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运行时去做一些动态的，比如说像那个 IOD 切换的一个那个缩放等等但是这里做多平台呢，有一个坑，大家可能要注意到，就是你的干配类数据一定是需要跟引擎的显示以及或者音视频这些数据的分辨率码率都是要分开的。就比如说你把 IOD 做了 BIOS 之后的话，你会发现碰撞可能对不上了。你贴地就完蛋了，你的脚就踩不到地上了，就类似的这种问题。除了碰撞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寻路一些物理数据都会有些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呢是一个 ICT， 所以我们只关注30-50米之内的这一些 gameplay 的数据，而不会关注很远。就比如说你做的是一款 FPS 游戏的话，那你可能会需要关注到你的，就比如说你可能100多米200米之外的这些物体，因为它需要开镜，开镜之后呢，它需要它的物理精度是保持的。这是我们的树的一个通用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简介，就是按照平台来分。首先呢 ，PC 和主机来说，我们的近景都是模型数，然后中景呢是 Beerboard 的数，远景呢是 Impulse 的数。对手机来说呢，我们的近景呢就已经是 Beerboard 的数了，然后中远景呢是 Impulse 的数。第一个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标波的数是怎么实现的。就我们标波的数的实现基本思路是把原来插片数的每一丛树叶都面向相机的变成一个标波的来替代。这里左侧呢就是那个标波的数，右侧呢是这 mesh 插片数，然后左图是一个效果对比，右图呢是一个我们大概三角形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我们的统计数据是标波的数大概只要30%到40%的一个面片的一个占用，就可以达到我们 mesh 数的基本的一个效果的还原。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效果对比视频，就是我们左侧是标波的数，右侧呢是插片数。我们在相机下面就前后啊、左右啊、上下转动相机，看看效果的对比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标波的数也有它的问题这里大家看到了阴影是有问题的。可以看到了，就是因为标波的数是面向相机的，那它一转动相机的时候，阴影就会跟着转动，这看起来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个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渲染阴影的时候，让那个标波的面向光源就好了，没有必要去面向相机。接下来呢，就是介绍我们的 impulse 的数。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是认为 impulse 的数就是一个标波的impulse 的和标波其实没啥关系。impulse 数的基本思路是围绕模型放一圈相机去拍这棵树，然后记录下树的一些基本的渲染信息，就比如说类似于一个 mini 的 G-buffer， 它渲染的时候呢，再通过相机的方向去采一些最接近当前相机方向的那些离线渲染出来的信息呢，做一些信息的合成，最终呢生成当前相机下它应该出现的那个样子。这是我们 impulse 数的一个设计目标，大家可以看一下。除了那个着色和形态上我们希望能够还原之外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支持各式各样的投影。就比如说它自己可以投影到场景里面然后它也可以接受场景的投影它也可以支持云层的投影等等。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它内存占用要足够少，除了渲染效率好之外。这是我们这是 impulse 的数的刚才说的那个离线渲染的那个信息，就那个 buffer 的一个组成。这个buffer是一张32位的一个纹理，然后 RG 通道存的是 normal 信息，然后 B 通道存的是一个 local 的一个深度的 offset 的信息，然后呢，那个 A 通道存的是一个diffuse 的灰度信息，并且呢还存了一些用于区分树叶和树干的一个信息。区分树叶、树干是为了在着色的时候，它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着色模型，然后那个本身的 diffuse 的一个灰度信息呢，可能可以用一些 AO 的一些校正。这一页 PPT 其实内容很多，但是我讲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它内存占用比较少，然后又能够让它追货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扩展了 UE 的默认的 test array，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动态 test array， 也就是说我们的 test array 是一个会创建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会动态去更新它的每一个 slice， 同时我们支持 streaming 的，我们可以需要的时候按需加载一些需要的 slice 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支持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个是那个关于 depth 还原这一部分的因为那个对于要做阴影的话，它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去还原它的 depth。因为我们刚才在那个 impulse buffer 里面已经存了那个 local depth， 所以这时候呢，我只需要把那个 rector， 就是刚才在那个相机空间渲染那个矩形它的一个深度，加上它原来的那个深度这个偏移，就可以还原出来它的在 view 空间的这一个接近它的原始信息的一个 depth 的一个预估，最后再乘一个那个 project 那个矩阵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投影后的一个深度了。然后投影后的深度，你想转换成 depth device z 呢，或者说 linear z 都是可以的。最后有了这个 z 之后，其实在后面再做，无论是接收投影或者说是你做 deco 做雾都其实是一回事就跟普通的模型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光照计算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我们阴影的一个展示效果，可以看到红框里标的都是我们的 impulse 的树在场景中的投影包括它们的一些自投影。这个树离我们的角色的距离大概是在300多米以上。可以看到应该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瑕疵。这是一个那个 impulse 的和那个 mesh 数的一个对比，这是我们模型数和 impulse 的对比。
左侧呢是关了 InPost 只有模型数的时候的一个效果，右侧呢是开了 InPost 和模型数同时共存的时候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可能在光影上面会有一点点地方有些不一样，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了。这是接上一张图的，就是我们看看哪些数是 InPost 渲染出来的，为了进一步让大家去区分这些数。这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InPost 数，然后那个绿色的那些数呢是真正的模型数。这一部分呢，它那个因为有一棵大的树，大家注意没有切换，它是因为有一些很大的树，或者说它是一些 POI 的一些数，那它是可以允许它不切换的。最后我们大概的一个性能数据50种树木，3000多棵那个树的实例，就是我们同时加载的时候渲染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棵吧。然后每一棵树呢大概有300多个，就2级 InPost buffer，312个 InPost buffer， 然后加起来一共它的内存实际上就只有小于15兆，然后4个core就可以画出来，面数是小于4万的。然后 GPU 的一个这个消耗也是很小的 ，GPU core 大概是4兆以内。这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对效果和性能的一个诉求。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化，就是我们的标布的数和 InPost 的数都是直接嵌入到了数的 LD 链里面去的。这样的话，我们在做 LD 切换的时候没有什么额外的处理。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是走 ISM 去做的，因为它的模型数在进出还是需要去合批的。那这时候呢 ，ISM 是比较难切 LD 的，因为它包围盒会比较大。这时候我们做一些优化，就是我们选了一个 ISM 中最大的那个物体来做它的 IOD 切换的一个配比，这样的话 IOD 切换也会比较快。好，我的分享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